我死的那天，气温是-87度，北风像刀子一样，把城市废墟里最后一丝热量都刮了个干净。我蜷缩在漏风的钢筋混凝土缝隙里，怀里死死抱着2块生锈的废铁和1块冻得发脆的平板玻璃。我是个异能者，听起来很牛，但我的异能叫物质合成。在那个连口热乎气儿都没有的末世，这个异能简直就是个笑话。我尝试过无数次，想把这2块废铁和玻璃合成出1块能挡风的合金板，可回应我的只有脑海里干涩的失败提示。意识模糊的最后一刻，我看到远处的避难所灯火通明，而我只能像条野狗一样，在冰冷的废墟里被冻成一尊冰雕。如果能重来一次，我发誓绝不放过任何一块垃圾。呼！我猛地从床上弹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燥热的空气，没有刺骨的寒风，没有绝望的饥饿。我低头看向双手，皮肤红润，指节有力，而不是那种干枯发紫的死人色。我转头看向床头的电子闹钟，2045年9月14日，距离那场改变全球命运的太阳耀斑爆发，距离那场埋葬了70%人类的极寒末世，还有整整3个月。我重生了，我颤抖着抬起右手，前世那个鸡肋的异能印记还在，但这一次，它似乎发生了某种诡异的质变。原本灰暗的印记此刻正散发着幽幽的蓝色微光，像是一只深邃的眼。我下意识地看向书桌，上面放着一个刚喝完的易拉罐和一个刷牙用的玻璃杯。就在我视线聚焦的一瞬间，一行半透明的蓝色文字竟然凭空浮现：检测到基础素材，铝加二氧化硅加微量碳酸，可合成公式航空铝合金，初级，成功率100%。我愣住了，前世我合成东西全靠蒙，像个在实验室里乱撞的瞎子。可现在，我竟然能直接看透万物的合成公式。这异能进化的有点离谱，但这仅仅是个开始，更疯狂的还在后面。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狂跳的心脏，伸手抓住了那个易拉罐和玻璃杯。合成，我在心底默念。刹那间，一股微弱的精神力从我脑海中抽离，顺着手臂涌向掌心。只见一阵柔和的蓝光闪过，原本质感完全不同的铝罐和玻璃竟然像橡皮泥一样开始扭曲融合。不到3秒钟，蓝光散去，我手里原本的垃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巴掌大小、闪烁着银白色冷冽光泽的金属片。它入手的质感极沉，边缘锋利如刃。我试着掰了一下，纹丝不动。我抓起桌上的美工刀，用力在金属片上划过，只听吱呀一声刺耳的摩擦音，美工刀的刀尖竟然崩断了，而那块金属片上连一丝白痕都没留下。航空铝合金，这硬度起码是普通钢铁的5倍以上。我眼中爆发出惊人的精芒。前世我因为材料纯度不够，配方错误，合成出来的全是废渣。可现在有了这个公式眼，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面前已经没有秘密了。在别人眼里，路边的废铁、垃圾堆里的塑料，甚至坏掉的电器都是毫无价值的累赘。但在我眼里，那是装甲，是武器，是足以在极寒末世中活下去的钢铁堡垒。我立刻翻身下床，冲到洗手间，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镜子里的年轻人眼神狠厉而冷静。还有3个月，3个月后，全球气温会从平均20度骤降到-40度，随后是无止境的暴风雪，电网会瘫痪，交通会断绝，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会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彻底崩塌。想要活下去，我需要大量的材料，钱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废纸。我拿过手机，直接拨通了中介的电话。喂，我要把我名下的那套公寓，还有这辆车全部抵押。对，越快越好，我只要现金或者等值的工业物资。挂掉电话，我看向窗外繁华的街道，人们还在为了奶茶排队，为了升职加薪焦虑。没人知道，末日的倒计时已经开启。变卖家产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神级合成需要更重口味的原材料，比如那些被所有人嫌弃的电子垃圾。接下来的1个星期，我像个疯子一样在城市边缘徘徊。我租下了一座位于郊区的废弃工厂，这里偏僻荒凉，但胜在空间够大，且有着厚实的混凝土围墙。我订购的第一批物资到了，整整3卡车的废旧铅酸电池、报废的电路板，还有成吨的工业废塑料。送货的司机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精神病。小伙子，你收这些破铜烂铁干啥？这玩意儿处理起来可费钱了。我笑了笑，递给他一根烟，搞环保回收，响应国家号召。司机摇摇头走了。我关上工厂大门，落锁，看着满地的垃圾，我的双眼开始疯狂闪烁蓝光。检测到废旧电池核心，铅加稀硫酸加聚丙烯；检测到废电路板，铜加树脂加微量金。
解锁终极合成预设，高能蓄能模块残缺。我并没有急着合成高级货，我的精神力上限还不够。我先从最基础的生存物资开始。我走向角落里那一堆旧衣服和塑料瓶，旧棉织物夹聚乙烯塑料瓶加废弃橡胶级。地基保温纤维随着蓝光一次次闪烁，工厂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开始迅速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叠叠整齐码放的黑色布料。这种布料极轻，但摸上去却有一种奇异的温润感。我拿打火机试着烧了一下，火苗竟然无法点燃它，反而被布料吸收了热量。这就是末世的硬通货，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极寒末世，最恐怖的不是寒冷，而是饥饿。前世我见过为了半块发霉的面包而自相残杀的父子。我看向工厂后院，那里堆着我从菜市场低价收购回来的几百斤烂菜叶，还有几箱过期的维生素片。烂菜叶加过期药片能变成什么？在合成大师手里，这玩意儿能让无数大佬跪地求饶。我走到那堆散发着酸臭味的烂菜叶前，忍着恶心将手按了上去，检测到有机纤维加多糖加复合维生素。合成公式：高能营养膏初级注：100千克有机废料可合成1000克营养膏，每50克可维持成人1天所需热量。蓝光大盛。那堆小山般的烂菜叶在异能的作用下迅速脱水、提纯、压缩。几分钟后，我的掌心里出现了几根像巧克力棒一样的深褐色长条。我剥开一根塞进嘴里，味道很淡，有点像没放糖的压缩饼局。但入腹的一瞬间，一股暖流迅速流向四肢百骸，这种感觉太美妙了。有了这玩意儿，我就拥有了在末世建立势力的底牌。就在我疯狂囤积物资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新闻推送：气象局发布橙色预警，受太阳耀斑异常活动影响，北极涡旋发生偏移，预计下周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史诗级降温，请广大市民做好防寒准备。我冷笑一声，史诗级降温？不，这只是死神的敲门声。就在这时，工厂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引擎声。就是这儿！我盯了好几天了，这小子天天往里运好东西，肯定是个肥羊。一个粗鲁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我皱了皱眉，末世还没到，这些嗅觉灵敏的社会渣子就已经盯上我了吗？我转头看向操作台上刚刚合成出来的一根废铁管，那不是普通的铁管，废钢筋加旧微波炉零件加强力磁铁简易电磁脉冲棍初级。我握住冰冷的握柄，眼神中透出一丝前世在废墟中磨砺出的杀气。既然有人想找死，那就拿你们试试新武器。第一波炮灰送上门了，但林默没打算报警，他要用这几个人的命来测试一下异能进化的实战极限。而工厂外第一片雪花已经悄然落下。工厂外的引擎声很杂，听声音至少有3辆改装过的面包车。我握紧了手里那根刚合成出来的电磁脉冲棍，这玩意儿外表看起来就是一根焊了几圈铜线的废铁管，但在我的异能加持下，它内部的电磁回路已经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开门！收废铁的，赶紧把门打开！门外传来剧烈的撞击声，铁皮大门被踹得哐哐作响。我冷冷地看着大门，心里默默计算着距离。前世的我面对这种地痞流氓只能唯唯诺诺，但现在他们在我的眼里不过是送上门的实验素材。咔嗒一声，门锁被生生撬开，3个满脸横肉、手里拎着钢管和扳手的男人闯了进来。领头的是个光头，脖子上挂着一根指头粗的金链子。一进门就被工厂里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和那几百斤高能营养膏给镇住了。哟呵，小子挺能藏啊！光头狞笑着朝我走来，手里的钢管在掌心拍得啪啪响。这么多货得值不少钱吧？哥几个最近手头紧，借点花花。我没废话，只是按下了脉冲棍上的一个隐蔽开关，滋滋，一股肉眼难见的电磁波动瞬间扩散。借钱没有，送钟倒是可以。我平静地说道。光头愣了一下，随即勃然大怒：操，找死！他挥起钢管就朝我脑袋砸来。我侧身一闪，手里的脉冲棍顺势点在了他的胸口。这一棍子下去可不是普通的触电，电磁脉冲瞬间过在了他的神经系统。光头连惨叫都没发出来，整个人就像被抽了骨头的烂泥一样瘫了下去。剩下2个同伙直接看傻了，他们根本没看清发生了什么。老大！剩下2个混混吓得连退3步。在他们看来，我只是拿着根铁棍轻轻碰了一下，200斤壮汉就直接挺尸了，这简直是妖术，滚或者留下。我晃了晃手里的棍子，眼神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那2人对视一眼，怪叫一声，
托起地上的光头，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工厂。面包车发动时的黑烟还没散尽，工厂里又恢复了死寂。我低头看了看脉冲棍，脑海中浮现出反馈：电磁脉冲棍初级，能量剩余85%，建议补充强力磁场素材进行升级。这只是小打小闹，我心里很清楚，等末世真正降临，这种程度的武器连自保都难。我把大门重新焊死，并在门后加装了4块高强度强化建材，这是我用废旧钢筋和建筑垃圾合成出来的。这种建材的分子结构被重新排列，硬度堪比坦克的复合装甲。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彻底开启了疯狂采购模式。我抵押房产和车子的200万现金到账了。我没有去买什么昂贵的奢侈品，而是全部换成了最基础、最不起眼的垃圾物资。我买下了附近几个废品回收站的所有库存，成吨的废旧家电、报废的汽车引擎，甚至还有几千个破旧的灭火器罐子。邻居陈大妈经常看到满载废品的卡车往我这儿开，终于忍不住，在一次我出门买水时拦住了我：“小林啊，你这工厂里天天运这些破烂，是打算干啥呀？这味儿可不小。”陈大妈捂着鼻子，一脸嫌弃。我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抹了一把脸上的灰：“大妈，我这是响应国家号召，搞互联网加环保回收创业呢。这些都是宝贝，处理好了能提炼稀有金属。哎呦，那能挣钱吗？”陈大妈半信半疑：“挣点辛苦钱，这不连房子都抵押了。”我故意叹了口气，一副创业艰难的样子。陈大妈摇着头走了，嘴里嘟囔着：“这孩子书读傻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去捡破烂。”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只有冷笑。大妈，等下个月气温降到零下40度，你手里那几套房产，还不如我手里的一块废旧电池值钱。陈大妈以为我是傻子，却不知道我已经用这些破烂合成出了第一件改变规则的装备。那是一件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旧军大衣，但在我的公式里，它是足以无视极寒的恒温圣衣回到工厂。我看向那件被我扔在操作台上的旧大衣，素材：旧棉大衣加废弃塑料瓶加报废空调冷媒罐。合成公式：恒温防护服初级，属性：自动调节体温，极限耐寒零下60度，具备微弱物理防御。我穿上大衣，一股恒定的暖意瞬间包裹了全身，哪怕现在工厂里还没开暖气，我也感觉像是泡在温泉里一样。这就是合成异能的恐怖之处，它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而是质变。就在我准备继续合成防御设施时，异能印记突然剧烈跳动起来，脑海中一个从未见过的复杂公式缓缓浮现。检测到核心素材缺失，需要高纯度硅晶片、精密传感器以及能源核心，可解锁终极合成。小型电磁防御塔，我心头一震，防御塔，这可是前世那些大型避难所才有的战略物资。我立刻翻开采购清单，发现精密传感器这玩意儿在市面上可不好买，而且价格极高，但难不倒我。我走向那堆报废的旧手机和电脑主板，在普通人眼里，这些是电子垃圾，但在我眼里，这里面藏着无数微小的传感器和运算芯片。我闭上眼，精神力如潮水般涌出，覆盖了整堆电子垃圾，拆解、提纯、重组。蓝光在工厂内疯狂闪烁，无数细小的零件在空中飞舞碰撞。我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这种精密的合成对精神力的消耗极大，整整3个小时。当我睁开眼时，操作台上整齐地摆放着12枚闪烁着幽蓝光泽的感应核心。这些核心只是配件，真正的杀招还没成型。我还需要一个能源核心，而这个核心，我打算去一个地方捡，那是城市另一头的一座报废核磁共振设备仓库。我顾不上休息，连夜开车前往城北的医疗器械废料厂。末世前的社会秩序还在维持，但已经显现出崩坏的征兆。街道上的路灯忽明忽暗，巡逻的警车明显增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焦躁感。我花了大价钱贿赂了废料厂的看守，顺利进入了仓库。在角落里，我找到了那台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核磁共振仪，检测到超导磁体、高纯度泥钛合金加液氦残余，符合能源核心合成条件。我心中狂喜，正要动手合成，突然工厂的广播里传出了一阵急促的电流声：“各位市民请注意，各位市民请注意！受异常气候影响，本市电网压力过载，即刻起将实施分区限电。同时，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一股前所未有的超强寒流已跨过边境线，预计6小时后抵达本市，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跌。”广播声还没落下，远处的天空突然划过一道刺眼的白光，那是太阳耀般爆发的余晖。末日提前了，原本还有3个月的缓冲期，竟然因为我的重生引起了蝴蝶效应，提前降临了。我看着天边那抹诡异的暗红色，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6小时，
我只有6小时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回工厂，并完成防御塔的合成。妈的，拼了！我疯狂地催动异能，直接将那台几吨重的核磁共振仪强行解构。精神力透支的剧痛让我的视网膜开始充血，但我不敢停。当我把所有素材塞进皮卡车后头，发疯一样往回赶时，第一片雪花落在了挡风玻璃上。那雪花不是白色的，而是带着一丝病态的灰，气温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刚才还是15度，短短10分钟，车窗上已经结起了厚厚的冰花，路边开始出现追尾的车祸，行人们惊恐地尖叫着往家里奔跑。当我冲进工厂大门的那一刻，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10度。我反手锁死大门，整个人虚脱地靠在门板上。还没完，还没完！我咬破舌尖，利用剧痛强迫自己清醒。我把所有的素材、废车引擎、发电机、电磁炉元件，还有那个刚弄回来的能源核心全部堆在一起，合成小型电磁防御塔。蓝光不再柔和，而是像雷霆一样在工厂内炸裂。就在防御塔即将成型的一瞬间，大门外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和惨叫声。一群穿着制服、眼神疯狂的武装人员正开着重型卡车，狠狠地撞向我的工厂大门。他们不是流氓，而是附近监狱里趁乱逃出来的重刑犯。而我正处于精神力枯竭的边缘。工厂大门被撞得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巨响，厚重的钢板竟然凹进来一大块。开门！里面的小子听着，老子是城东监狱出来的，识相的把物资交出来，留你一条全尸。外面的叫嚣声伴随着狂暴的引擎轰鸣，重型卡车的车头正一次次疯狂冲击着大门。我死死咬着牙，双手按在面前那一堆闪烁着蓝光的废料上。精神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大脑像是被烧红的钢针狠狠搅动，视线模糊的只能看到一片虫蚁。快点，再快点！合成进度85%、92%、98%。脑海中的系统面板疯狂闪烁，那枚从核磁共振仪里提炼出的能源核心正散发着幽蓝的电弧，将周围的废车引擎、变压器和电磁炉元件强行揉碎重组。轰！大门终于支撑不住，半边门轴被生生撞断，重型卡车的车头带着一股刺骨的寒风和漫天的雪花，强行挤进了工厂。几个穿着囚服、眼神凶厉的男人拎着砍刀和自制土枪，狂笑着跳下车。哈哈，发财了！这么多宝贝，领头的独眼龙话没说完，笑容就僵在了脸上，因为在他的正前方，一台造型诡异、通体漆黑、流转着幽蓝色电光的金属塔状物正缓缓升起。合成完成，小型电磁防御塔初级状态，充能完毕，自动识别敌对目标。那是什么玩意儿？独眼龙愣住了，我虚脱地瘫坐在地上，嘴角却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那是送你们下地狱的门票。防御塔顶端的电磁线圈瞬间过载，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一道肉眼可见的蓝色电弧呈扇形横扫而出。那些冲进来的暴徒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手中的铁质武器瞬间被磁化、扭曲，强大的电流直接将他们掀飞出去，重重砸在卡车身上。空气中瞬间弥漫开一股焦糊味。剩下的几个暴徒被这神迹般的一幕吓破了胆，连滚带爬地钻回卡车，疯了一样倒车逃离。我没有追，也没力气追了。工厂外原本灰蒙蒙的天空已经彻底黑了下来，气温在短短半小时内又降了10度，现在恐怕已经突破了零下30度。这不是普通的寒流，这是末世的洗礼。我挣扎着站起来，利用防御塔残留的能量，将工厂大门重新封死。救命！微弱的呻吟声从大门缝隙处传来。我警惕地握紧脉冲棍，走近一看，发现大门边的雪堆里蜷缩着2个人，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怀里死死抱着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男人身上只穿了一件薄羽绒服，眉毛和睫毛上全是白霜，嘴唇冻成了青紫色。是楼下便利店的老周和他女儿小雨。前世，老周在末世初期分给我半块压缩饼干，后来为了护着小雨，被抢粮的暴徒活活打死在街头。我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拉开了小门。进来。老周哆嗦着抬起头，眼神涣散，但在看到我的那一刻，他像是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拼尽全力把小雨推向我。求你救救孩子！我一把拎起已经冻得昏迷的小雨，又把老周拽了进来。工厂内，由于恒温防护服散发出的微弱热量和防御塔运行产生的余温，气温维持在0度左右。这在此时的外面简直就是天堂。我救他们不是因为圣母心泛滥，在末世，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我需要劳动力，需要帮手，而老周这种老实人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没想到，这个决定竟然让我意外解锁了基地的第一个隐藏功能。我给老周灌了一支高能营养膏，这种深褐色的长条状物体虽然卖相不好，但热量惊人。不到5分钟，老周的脸色就从青紫转为红润，呼吸也变得平稳起来。林墨，这是哪儿？外面到底怎么了？老周惊恐地看着工厂里那些怪异的机械设备。末世到了，老周。我平静地看着窗外不断加厚的积雪，从现在起，外面的世界只有冰雪和死人。你想活下去，就得听我的。老周看着怀里渐渐苏醒的小雨，重重地点了点头。只要能让小雨活下去，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很好，我指了指工厂后方的一片空地，那里有我收集的废旧货架和 LED 灯管。你的任务是把它们组装起来。我们要建一个室内生态农场。农场？这种天气怎么种田？老周愣住了。我没解释，而是走向了那一堆废弃的化工原料和过期种子。检测到素材：废弃营养液加过期磷肥加微量放射性矿石合成公式：光合促进剂初级。效果：无视光照条件，缩短植物生长周期80%，抗寒性提升500%。蓝光闪过，一瓶翠绿色的液体出现在我手中。我将液体稀释后喷洒在那些干瘪的菜种上。不到10分钟，在老周和小雨惊骇的目光中，货架上的泥土里竟然冒出了嫩绿的芽尖。神迹，这是神迹啊！老周跪在地上，泣不成声。小雨怯生生地拉着我的衣角，小声说：“大哥哥，你是超人吗？”我摸了摸他的头，眼神却看向了工厂深处。基地初步成型，食物和防御都有了保障，但这只是第一步。随着气温持续下降，整个城市已经变成了巨大的冰窖。就在我准备进一步加固基地时，工厂的无线电台里突然传出一个冰冷且机械的声音：“所有幸存者请注意，这里是城北官方避难所，我们已掌握稳定热源，请携带物资前往坐标 XXX 进行登记。”老周一脸兴奋，但我却关掉了电台，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前世这个所谓的官方避难所其实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林大哥，我们不去避难所吗？小雨好奇地问。那里不是避难所，是屠宰场。我冷冷地回答。前世的记忆告诉我，城北避难所的高层在末世初期就彻底疯了，他们利用热源诱骗幸存者，然后将弱者当成两脚羊储备。我要做的是把我的工厂变成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净土。接下来的3天，我带着老周疯狂加固防御。我用废旧汽车的底盘和发电机合成了3台自动巡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虽然外表破烂，但挂在了高压电击枪，足以应付小规模的骚扰。就在我们忙得热火朝天时，老周突然指着监控屏幕，声音颤抖地喊道：“林墨，你看，那是什么？”监控画面中，漫天风雪里，一队穿着白色雪地迷彩、手持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正呈战斗队形向工厂逼近。他们的动作极其专业，完全不是之前那些囚犯能比的。在队伍的最前方，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停下脚步，抬头看向监控摄像头的方向，嘴角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他抬起手，对着监控比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官方的人？老周吓得脸色惨白。我眯起眼睛，死死盯着那个男人胸口的徽章。那不是官方的标志，那是星纪元公司的前哨站。我浑身的血液瞬间沸腾了。前世害死我的那个组织，竟然这么早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目标明确，显然是冲着我的合成异能来的。我握紧了脉冲棍，转头对老周说：“带小雨去地下室。既然他们想玩，那我就送他们一份大礼。”我按下了防御塔的过载开关，整座工厂的灯光瞬间熄灭，唯有防御塔顶端的幽蓝光芒在黑暗中变得愈发狂暴。工厂外的风雪已经连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能见度不足10米。但在我加装了红外增强模块的监控屏上，那支小队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星纪元公司，我死死盯着领头那个男人的徽章，指甲深深陷入掌心。前世，我就是被这个打着拯救人类旗号，实则进行异能活体实验的组织逼入了死角。他们来得太快了，快得不合常理。林墨，他们停下了。老周躲在掩体后，声音颤抖。屏幕里，那支小队在距离工厂50米的地方驻扎。那个比划抹脖子手势的男人并没有直接进攻，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扩音器。里面的朋友，别紧张，我们是官方避难所的先遣队，我叫赵铁。男人的声音穿透风雪，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我们监测到这里有高频能量波动，特地过来看看。末世降临，人类应该守望相助，
不是吗？我冷笑一声，赵铁，前世星纪元公司的金牌打手，死在他手里的异能者不计其数。这台词他恐怕演练过无数遍。老周，看好小雨，没我的命令别出来。我披上恒温防护服，顺手从操作台上抓起2个刚合成好的小玩意儿，大步走向工厂小门。我推开门的一瞬间，一股足以冻裂骨头的寒流扑面而来，但防护服内却温暖如春。赵铁看到我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旧军大衣就敢走入零下40度的暴风雪，眼神深处闪过一丝贪婪和震惊。他身后的士兵下意识地抬起了枪口，但我手里的东西让他们瞬间僵住了。我手里握着的是2个用废旧灭火器罐子和微波炉零件合成的热能压缩雷。赵队长，守望相助就不必了。我站在雪地里，声音在防寒面罩下显得有些沉闷。这方圆1公里都是我的私人领地，再往前一步，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局部太阳爆发。赵铁眯起眼睛，死死盯着我手里那个散发着危险红光的罐子。作为一名2级异能者，他能感受到那里面蕴含的狂暴热能。林先生，误会了。赵铁举起双手，示意部下放下枪，脸上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我们确实是官方避难所的。避难所现在有3000多人，物资极度匮乏，尤其是取暖设备和高能食物。我们观察你很久了，你的工厂似乎很暖和。他一边说，一边不着痕迹地打量着我身后的工厂。那座幽蓝色的电磁防御塔在风雪中若隐若现，像一头沉睡的巨兽。想要物资？可以。我并没有直接拒绝。现在硬拼，我虽然能靠防御塔拉他们陪葬，但基地也会毁于一旦。我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升级终极合成。拿东西来换。我开出了价码，我要高纯度酒精、医用药品，还有各种报废的精密仪器，越高端越好。赵铁的眼角抽动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林先生，现在是特殊时期，所有物资都应该统一分配，少跟我扯淡。我直接打断他，将手里的热能雷向上抛了抛。那是你们的规矩，不是我的。想要我手里的技术和物资，就按交易的规矩来，否则你们只能带回一堆废铁和尸体。赵铁沉默了，他身后的一个士兵似乎冻得受不了了，牙关打颤的声音连我都听得见。就在气氛僵持到极点时，我突然从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金属盒子，随手扔到了赵铁脚下。盒子落地的一瞬间，一股炽热的红光猛然绽放，方圆5米内的积雪瞬间融化。赵铁和他的部下像是被扔进了桑拿房，冻僵的手脚瞬间恢复了知觉。赵铁彻底傻眼了，这随手扔出的垃圾竟然能瞬间改变局部气候，这叫热能扩散器，一次性的。我冷冷地看着他，算是我给官方的一点见面礼。回去告诉你们首领，想合作带上我要的东西，下次再敢带枪过来，扩散器就会变成压缩雷。赵铁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是个聪明人，知道在没摸清我底细前，强攻是最愚蠢的选择。林先生，你会收到我们的诚意的。他挥了挥手，带着小队迅速消失在风雪中。我回到工厂，老周立刻迎了上来。林默，就这样放他们走了？万一他们带大部队回来怎么办？他们一定会回来，但不是带大部队，而是带材料。我脱下防护服，眼神深邃。赵铁这种人，在看到绝对的利益前，比谁都守规矩。老周，准备干活，我们的流水线要开工了。我带老周来到工厂2楼，这里堆满了之前收购的废旧冰箱和摩托车零件。检测到素材：压缩机加铜管加废旧锂电池。合成公式：热能扩散器，初级。批量合成启动，消耗精神力50点。随着蓝光一次次闪烁，一台台精巧的扩散器出现在工作台上。这些东西成本极低，但在现在的末世，它们就是保命的神器。老周，你负责把这些扩散器的外壳喷上漆，做得越旧越好。我吩咐道，我们要让官方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可复制的古董，而不是随手捏出来的垃圾。老周干得很起劲，他已经完全把我当成了主心骨，而我则带着小雨开始了另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异能引导。我发现小雨在接触那些合成素材时，双眼会偶尔闪过一丝微光。我试着让他握住一块废铁，然后发动异能。那一刻，我震惊地发现，我的系统面板上竟然出现了一行新文字：检测到辅助者材料感知能力提升30%。这小丫头竟然觉醒了极其罕见的材料感知异能，这意味着以后我不需要亲自去翻垃圾堆，小雨就能帮我找出那些隐藏在废墟下的稀有材料。就在我们忙碌的时候，工厂的无线电突然响了，不是赵铁，而是一个沙哑疯狂的声音。
嘿嘿嘿，是林默吗？赵铁那帮怂包怕你，我槟榔帮可不怕。你的绿洲挺漂亮啊，借给兄弟们避避风头怎么样？我心中一沉，槟榔帮，城北最臭名昭著的掠夺者团体，首领狂徒是个3级力量系异能者，前世曾血洗过3个小型避难所。狂徒？我握紧话筒，声音冰冷。哟，名声挺响啊！对方狂笑起来，听着，老子给你24小时。明天这时候，我要在工厂门口看到100份营养膏和50个发热盒，少一个我就把你这破工厂拆了喂狗。信号中断，只剩下一片刺耳的杂音。老周脸色惨白，林默，槟榔帮那帮畜生，他们杀人不眨眼啊！杀人不眨眼。我走到电磁防御塔的核心控制台前，看着上面跳动的能量槽，嘴角露出一抹狠戾。在我的地盘，就算是狼，也得给我变成冻死狗。我没有急着加固围墙，而是走向了工厂角落里那一堆最不起眼的废旧手机。我把几百个手机拆开，取出了里面的震动马达和锂电池。在老周惊愕的目光中，我将这些马达和一些烈性工业炸药揉在了一起。一个疯狂的计划在我脑海中成型，我要在工厂外围布置一张由震动感应地雷织成的死亡之网。而就在我合成到一半时，小雨突然拉住我的衣袖，指着监控屏幕的一角，声音颤抖地说：“大哥哥，雪里有东西在。”大哥哥，雪里有东西在爬。小雨的声音细弱文锐，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我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监控屏幕的左下角，那是工厂后墙的死角，红外摄像头的视野被漫天风雪干扰得断断续续。但在那一闪而过的热感画面中，我分明看到几道扭曲的人影，正像壁虎一样贴着雪地，无声无息地向围墙根部蠕动。槟榔帮的杂碎，连24小时都等不及了吗？我冷哼一声，并没有惊动老周。这些前行者显然是狂徒派来的先遣队，想趁着夜色摸清我的防御。我悄无声息地按下控制台上的一个红色按钮，那是我刚布置好的震动感应地雷。这些用地雷震动马达和废旧锂电池合成的小玩意儿，不仅能爆炸，还具备极强的电磁干扰功能。只见屏幕上那几道人影刚触碰到围墙边缘，一团惨白色的电火花猛然在雪地中炸裂，伴随着沉闷的爆裂声。那几个人影像是被高压电击中的大虾，瞬间弹起2米高，随后重重摔进雪坑，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被冻僵了。老周，把那几具冰雕拖进来，别弄死了，我有用。我转过身，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连续的高强度合成让我的精神力几近枯竭，但就在刚才，随着那几枚地雷的成功引爆，我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嗡鸣。检测到实战反馈，异能经验值满，异能等级提升，终极合成大师。解锁终极合成界面，获得稀有配方气候稳定器，残缺终极。我心中狂喜。如果说初级合成只是在改建物质，那么终极合成就已经触碰到了功能重组的门槛。我立刻点开那个名为气候稳定器的配方，核心素材：报废气象站设备加超级计算机零件加水晶振频器加高纯度能源核心。效果：在半径500米范围内建立恒温场，抵御极端严寒，模拟自然光照。这哪里是稳定器，这简直就是末世里的避难所核心。但我看了一眼素材需求，心凉了大半。超级计算机零件、水晶振频器，这些东西在和平年代都是高端实验室的标配，现在去哪儿找？林大哥，你看这个。小雨突然拉了拉我的衣角，他手里捧着一个从刚才那几个前行者身上搜出来的黑色手提箱。我打开箱子，瞳孔骤然收缩，箱子里静静地躺着一块闪烁着紫色微光的晶体，以及一套带有精密传感器和微型处理器的电子元件。检测到稀有素材：高频水晶振频器，军用级，微型超级运算模块。来源：新纪元公司科研部。新纪元公司。我咬紧牙关，看来槟榔帮果然是新纪元的走狗。这箱子里的东西，恐怕是新纪元给狂徒用来定位我基地能量波动的雷达。他们送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我升级最关键的拼图。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将工厂里仅存的一台大型工业发电机和之前从核磁共振仪里提炼出的能源核心全部拖了出来。我要在狂徒的大部队赶到之前，完成这个足以改变世界规则的奇迹。合成开始的一瞬间，整座工厂的灯光疯狂闪烁，蓝色的光纹顺着我的手臂蔓延到那些精密零件上。我的精神力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视网膜因为充血而变得一片通红。给我成！我发出一声低吼，双手狠狠拍在那些零件堆上。轰！一股无形的波动以工厂中心为原点，瞬间向四周扩散。
原本呼啸的北风像是撞上了一堵透明的墙，戛然而止。工厂窗户上厚厚的冰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融，化作水滴滴落。老周正拎着扳手巡逻，突然脚下一滑，他惊恐地低头一看，发现原本冻得比石头还硬的地面竟然变软了，甚至冒出了一丝泥土的芬芳。他颤抖着推开工厂大门，门外原本是零下50度的地狱，可现在在工厂方圆500米的范围内，漫天飞雪在半空中就化作了细密的春雨。积雪迅速融化，露出焦黑的土地，甚至在围墙根部，几株顽强的野草竟然顶破了冻土，抽出了嫩绿的新芽。春天回来了！老周扑通一声跪在泥地里，捧起一把湿润的泥土，老泪纵横。这就是气候稳定器的力量。在这一片死寂的冰封世界里，我亲手开辟出了一块半径500米的春日绿洲。但这奇迹般的景象不仅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致命的吸引力。绿洲上空升腾的雾气和异常的热辐射，在漆黑的末世夜晚像是一盏巨大的探照灯。不到2个小时，工厂外围就聚集了上百名流浪者，他们疯狂地拍打着围墙，哀求着想要进入这片温暖的圣地。而在更远处的黑暗中，无数双贪婪的眼睛正死死盯着这里，其中最暴力的那一双属于槟榔帮的首领黄图。林默，开门吧，他们快冻死了。老周看着监控里那些衣衫褴褛在泥水中挣扎的幸存者，有些于心不忍。我冷冷地看着屏幕，老周，记住，这里不是慈善机构，想要进来就得遵守我的规矩。我打开工厂的广播系统，声音传遍了整片绿洲，所有人听着，这里不养闲人，想要留下，要么提供稀有材料，要么提供劳动力。这里没有奴隶，但也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所有人按技能分组，防御组、采集组、合成助理组。违令者立刻扔出绿洲。在死亡的威胁下，混乱的流浪者们迅速安静下来。在老周的组织下，基地人口迅速扩张到了50人。我利用合成异能，给每个人都配发了简易的防寒服和工具。一个初步的社会雏形开始在绿洲内运转。我并没有闲着，我知道狂徒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带人拆掉了绿洲内所有的废弃车辆，将发动机和变速箱集中在一起。终极合成启动，自动瞄准电磁炮。简易版，4座造型狰狞的电磁炮塔被架设在工厂的4个角落。幽蓝色的电弧在炮管间跳跃，像是在等待着猎物的降临。就在我完成最后一座炮塔的调试时，地面的震动感应器突然发出了刺耳的警报。这一次不是几个人影，而是整整8辆改装过的重型越野车，正顶着风雪，像一群嗜血的饿狼，从地平线上疾驰而来。领头的那辆车上架着一挺足以撕碎装甲的重机枪，一个身高2米、浑身肌肉虬结的巨汉站在车顶，发出了震天的咆哮。狂徒带着他的精锐部队到了，而我看着屏幕里密密麻麻的红点，嘴角却露出一抹冷笑，低声自语：“来得正好，我的电磁炮，正缺一点新鲜的血来祭旗。”狂徒到了，我站在监控台前，指尖轻轻敲击着冰冷的桌面，屏幕上8道刺眼的远光灯像利剑一样撕开了风雪。重型越野车的引擎轰鸣声，即便隔着厚厚的加固围墙，依然震得人耳膜生疼。这不只是简单的掠夺，这是一场屠杀的序幕。林默，他们有重机枪，还有火箭筒。老周的声音在对讲机里抖得不成样子。他带着刚组建的防御组守在2楼射击孔，那些流浪者出身的汉子们此刻正死死攥着手里简陋的合成长矛，脸色惨白。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那辆领头的改装越野车停在绿洲的边缘。车门推开，一个铁塔般的巨汉跳了下来。他赤裸着上身，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灰色，那是2级力量强化异能者的标志。他手里拎着一柄磨得发亮的消防斧，每走一步，泥泞的地面似乎都在颤抖。里面的缩头乌龟听着，狂徒的声音像闷雷一样滚过绿洲。老子不管你是哪一路神仙，这块地儿老子看上了，交出合成技术，跪下来给老子当狗，我留你们一条活路。否则等老子冲进去，男的全部剁碎了喂狗，女的，他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身后的8辆越野车同时爆发出震天的起哄声。狂徒以为他面对的是一间普通的废弃工厂，却不知道他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经变成了死亡陷阱。我看着他跨过了那条隐形的红线，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弧度。就在他挥动斧头准备下令冲锋的一瞬间，我按下了控制台上的全频段激活按钮。刹那间，原本平静的绿洲外围，数十道惨白色的电火花像地狱之花般同时绽放。那是用地雷马达和废旧电池合成的震动感应地雷，
他们感应到了越野车沉重的震动，瞬间进入了暴走状态。轰轰轰，连环爆破声响彻云霄。最前面的2辆越野车被巨大的冲击波直接掀翻，车底盘在半空中就被炸成了扭曲的废铁。那些躲在车后的暴徒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密集的钢珠和电荷击穿了身体，像割麦子一样倒了一片。操！有埋伏！给老子冲！撞烂那堵墙！狂徒怒吼一声，青灰色的肌肉像充气一样膨胀开来，他竟然顶着爆炸的余波，单手掀开了一块飞向他的汽车残骸。剩下的6辆越野车疯狂咆哮，机枪火舌喷涌，子弹打在我的加固围墙上，溅起一串串火星。该我们了！我深吸一口气，精神力瞬间连接上那4座自动瞄准电磁炮。这种用废车发动机和变压器强行拼凑出来的怪物，虽然卖相极差，但在终极合成公式的加持下，他们拥有了超越时代的精准度。锁定目标，发射！4道幽蓝色的光束瞬间划破黑夜，没有火药的轰鸣，只有空气被电离时刺耳的滋滋声。第一发炮弹精准地击穿了第3辆车的引擎盖，高能动能弹头瞬间将整台发动机搅成了金属碎屑，整辆车像被无形的大手按住，瞬间熄火撞在路边。紧接着是第2发、第3发，那些暴徒引以为傲的改装装甲，在电磁炮面前脆得像纸糊的一样。短短30秒，槟榔帮的冲锋阵型就变成了一堆燃烧的废铁，哀嚎声和惨叫声盖过了风雪。林默，我们赢了！老周看着监控里满地的残骸，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还没，正主还没倒下。我死死盯着烟尘中心，狂徒，他竟然还没死！这个疯子浑身浴血，原本青灰色的皮肤现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血丝，那是异能过载的征兆。他硬生生抗住了一发电磁炮的擦边轰击，左肩他陷了一块，但他眼里的凶光反而更加炽热。老子要撕了你！我要把你全身的骨头一根根捏碎！狂徒发出一声非人的咆哮，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竟然顶着密集的弹雨，疯狂地冲向工厂大门。他的速度快得惊人，每一步都在地面踩出一个深坑。防御塔，过载射击！我疯狂催动精神力，电磁炮塔疯狂转动，但狂徒的走位极其诡异，他似乎能预判电磁场的波动。砰！一声巨响，工厂那扇足以抵挡坦克轰击的加固大门，竟然被他用肩膀生生撞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整座工厂都在剧烈摇晃，天花板上的灰尘扑簌簌落下。老周他们吓得四散奔逃，狂徒那如野兽般的喘息声已经隔着门板传了进来。我的精神力已经接近枯竭，视线开始出现重影。如果让他冲进来，基地里这50号人一个也活不了。就在这生死关头，我的目光扫到了工厂中央那堆还没来得及处理的金属碎屑，那是刚才合成电磁炮剩下的边角料。一个疯狂的从未尝试过的隐藏公式突然在脑海中浮现，检测到大量游离金属元素加高压电能储备加精神力临界点，解锁隐藏即时合成。磁暴领域一次性，老周带所有人退后，退到2楼最里面。我嘶吼一声，不顾大脑传来的阵阵剧痛，强行将最后一点精神力灌注进双手中。我猛地按向地面，给我去！刹那间，工厂内所有的金属碎屑、废旧零件，甚至是那些暴徒打进墙里的子弹头，全部像受到了某种神性的召唤，疯狂地向大门处汇聚。狂徒刚好撞开了大门，迎接他的不是惊恐的待宰羔羊，而是一场金属的饕餮盛宴。无数尖锐的金属片在空中高速旋转，形成了一个直径5米的巨大球体，将狂徒死死包裹在中心。我启动了防御塔的最后一点残余电量，将高压电流瞬间导入这个球体。轰隆一声巨响，整座工厂的灯光瞬间熄灭，唯有大门处那团耀眼的电浆球在疯狂闪烁。狂徒发出了最后一声绝望的惨叫，他那引以为傲的力量强化，在数千伏高压和无数金属片的切割下，脆弱的像个笑话。当电光散去，那个不可一世的暴徒首领已经变成了一具被金属零件死死封死在墙上的铁俑，生死不知。工厂里死一般的寂静。过了许久，老周才颤巍巍地走下楼，看着那具恐怖的铁俑，又看了看脸色惨白、扶着墙勉强站立的我。林先生，槟榔帮全灭了。我没有回应，只是推开摇摇欲坠的大门，走到了满目疮痍的绿洲之上。雪已经停了，剩下的20几个暴徒跪在废墟里，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在他们眼里，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而是一个掌握着雷霆与金属的神。我扫视了一圈，声音沙哑
却清晰地传遍了每一个人的耳朵。从今天起，这里没有奴隶，也没有帮派，只有劳动者和死人。我指了指那片被鲜血染红的绿洲，想活命的，拿起工具，把这些废铁给我搬进来；不想活的，现在就可以滚回风雪里。没有人离开，他们像疯了一样冲向那些残骸，生怕慢了一秒就会变成下一个铁俑。我转过身，看向远方漆黑的地平线。槟榔帮只是个开始，在刚才的磁暴中，我隐约感觉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波动。狂徒的身上带着一种极其先进的定位装置，那绝不是这种土匪能拥有的东西。星纪元公司，我冷笑着抹掉嘴角的血迹。既然你们这么想看我的异能，那我就用你们送来的材料，给这个世界换个颜色。就在这时，小雨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从狂徒车上搜出来的金属牌。我接过一看，瞳孔骤然收缩，那上面刻着一个熟悉的徽记，那是我前世死前看到的最后一个图案，那是星纪元核心实验室的标志。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金属牌的背面刻着一行字 ：S 级样本观测中，预定回收日期冬至。我猛地抬头看向日历，距离冬至竟然只剩下不到7天。而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那块金属牌竟然在我手中微微发热。一个冰冷的电子合成音突然在空气中响起，检测到宿主，数据同步开始。数据同步开始，冰冷的电子音在我脑海中回荡。那块刻着星纪元徽记的金属牌像烧红的烙铁，几乎要烧穿我的掌心。我猛地发力，掌心蓝光一闪，强行用异能切断了金属牌的能源回路。电子音戛然而止，金属牌在我手中化作一团废铁。林大哥，你怎么了？小雨担忧地看着我，他那双能感知材料的眼睛里闪烁着不安。没事，小雨。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冬至还有不到7天。前世我死在冰天雪地里，以为只是运气不好，现在看来，我从觉醒异能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了星纪元公司培养皿里的样本。但这一世，猎人和猎物的身份该换一换了。我看着满地狼藉的绿洲，那些被俘虏的暴徒正战战兢兢地清理着越野车的残骸。这些废铁在别人眼里是垃圾，但在我眼里，他们是反击的基石。我正准备转身回工厂加固防御，远处风雪交加的荒原上突然亮起了几道柔和的白光。那不是暴徒那种狂野的远光灯，而是极具律动感的信号灯。老周紧张地握紧了手里的合成长矛，但我却摆了摆手，因为在我的公视眼中，那几辆缓缓驶来的装甲车通体散发着昂贵的钛合金光泽。官方避难所的首领终于坐不住了。装甲车在绿洲边缘停下，没有越过我布置的雷区。车门开启，走下来的不是赵铁那种满身杀气的军人，而是一个穿着白色科研防寒服、气质清冷的女人。她看着脚下融化的泥土和抽芽的绿草，眼中闪过一抹极度震撼的神色。我是城北官方避难所的负责人楚云兰。她走到我面前，微微欠身，目光却死死盯着我身后的气候稳定器。林先生，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在零下50度的世界里，你真的复刻了春天。奇迹是需要代价的。我冷淡的回应，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有半点客气。楚所长深夜造访，总不会是来赏花的吧？楚云兰苦笑一声，挥了挥手，身后的士兵抬下了几个沉重的铅封箱子。这是见面礼，3台报废的精密光谱仪，1批航空级钛合金边角料，还有2枚从陨石中提取的未知能源结晶。我心中一震，能源结晶，那是解锁高级合成的关键素材。楚云兰开门见山，她告诉我，官方避难所虽然有3000人，但水源系统已经彻底冻裂，每天都有人在因为脱水和寒冷死去。她提出全面合作，官方提供保护和稀有材料渠道，换取我的技术支持。我看着那些箱子，脑海中疯狂跳动着合成公式。合作可以，但主导权必须在我手里。我当着他的面随手抓起几块钛合金和光谱仪的零件，蓝光在指尖如精灵般跳跃。不到3分钟，一个造型奇特的圆筒状装置出现在我手中。这是大型水净化装置的缩减版。我将装置丢给他，把它接在你们的储水罐上，哪怕是冰渣和雪水，进去出来就是纯净水。这只是定金，想要更高级的，拿我要的东西来换。楚云兰接过装置，身后的科研人员立刻上前检测。片刻后，发出一声惊呼：“所长，过滤精度达到了纳米级，而且它自带热循环系统，水永远不会结冰。”楚云兰看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那不是看一个异能者的眼神，而是看一个能够重塑文明的神。林先生，你的要求我们会全力满足。
他深吸一口气，压低了声音，但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槟榔帮的首领狂徒其实是新纪元投放的实验体，你杀了他，就等于破坏了他们的观察数据，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楚云兰的话证实了我心中的猜想。他走后，基地内部却爆发了小规模的骚乱，一些新加入的流浪者看到官方的装甲车，担心我把他们卖给官方当苦力，甚至有人试图偷走刚合成出来的营养膏逃跑。我没有废话，直接启动了真言喷雾，那是我用过期催眠药和薄荷油合成的小玩意儿。在喷雾的作用下，那个带头闹事的流浪者哭着交代，他是新纪元安插进来的暗桩，目的就是为了从内部瘫痪基地的防御。老周把他吊在绿洲边缘，让外面的人看看背叛者的下场。我站在高台上，声音冷冽如刀。骚乱瞬间平息，那些流浪者看着我的眼神，除了敬畏，更多了一丝死心塌地的追随。处理完内忧，我带着小雨钻进了实验室。楚云兰送来的能源结晶是好东西，但我现在的精神力还不足以直接开启高级合成。林大哥，这个金属牌，我感觉它在呼吸。小雨指着我桌上那堆被我拆解的金属牌碎片，小声说道。我愣了一下，开启公视眼看去。素材：记忆金属残片加微型生物传感器加未知频率发射器。隐藏状态：已激活，正在向母体传输坐标，倒计时48小时。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新纪元根本不需要等到冬至，他们一直都在通过这些金属牌监控着一切。狂徒的死只是加快了他们收网的速度。我看着小雨，这丫头的材料感知异能越来越强，甚至能察觉到微观层面的能量波动。我突然意识到，新纪元的目标可能不只是我，还有像小雨这样正在觉醒的异能者。他们要的不是幸存者，而是进化的原材料。我必须在48小时内把基地武装到牙齿。我疯狂地开始合成，钛合金被我揉碎，合成了地底声波探测网。任何靠近基地1公里内的生物都逃不过我的感知。那2枚能源结晶被我嵌入了气候稳定器的核心。气候稳定器升级成功，解锁能量护罩功能。当前防御等级可抵御轻型导弹轰击。精神力一次次枯竭，又在营养膏的强效补充下一次次恢复。我的大脑仿佛要炸开，但那种掌控万物分子结构的感觉却越来越清晰。就在倒计时剩下最后12小时的时候，楚云兰通过无线电发来了紧急警报：林默，快撤！新纪元的清道夫部队出现了，他们动用了气象武器，正带着一场超大规模的暴风雪朝你那里压过去。那不是自然灾害，那是能冻死2级异能者的绝对零度。我走到窗边，看向远方的天际线，原本漆黑的夜空，此刻竟然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惨白色，那是空气被极度压缩，水分瞬间凝结的征兆。在那惨白色的风暴中心，我看到了几座巨大的漂浮在半空中的金属堡垒，那是新纪元的移动实验室，也是前世终结我生命的噩梦。老周和小雨站在我身后，整个基地的50多号人都在看着我。我握紧了拳头，掌心的蓝光前所未有的炽热。我没有撤退，而是转身走向了工厂后院那堆积如山的废弃电子垃圾，嘴角露出一抹疯狂的弧度。气象武器，绝对零度，正好我手里这堆垃圾正缺一个足够大的熔炉来重塑。地底的东西出来了！小雨的尖叫声撕裂了风暴的轰鸣。我猛地转头，只见实验室坚硬的混凝土架空层轰然崩塌，一个直径3米、通体漆黑且布满高速旋转锯齿的机械钻头，正带着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破土而出。那是新纪元的地底掘进者，专门用来从内部瓦解堡垒的阴毒武器。而此时的我，为了维持半空中那颗微型太阳，精神力已经枯竭到了临界点，双眼溢出的鲜血模糊了视线，我甚至能感觉到大脑皮层在因为超负荷而发出阵阵焦糊味。该死！我咬碎了牙龈，强行咽下一口腥甜。钻头顶端闪烁着冰冷的红光，那是锁定核心的信号。一旦它撞毁气候稳定器，外围那场足以冻结原子的绝对零度，寒潮将瞬间吞没基地里的所有人。就在这生死一瞬，我眼前的蓝色光幕突然疯狂跳动，一行从未见过的暗红色文字强行挤占了视野。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濒危，触发潜能重组，前世记忆碎片提取中。刹那间，无数破碎的画面在我脑海中炸开。我看到了前世那个冻毙在废墟里的自己，也看到了围在尸体旁穿着白色防护服、胸口印着新纪元徽记的科研人员。他们冷漠地切开我的大脑，低声交谈着 ：S 级样本已报废，异能核心提取失败。原来前世的死亡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一场为了夺取我异能的猎杀。
这股积压了2世的愤怒，化作一股狂暴的能量，竟生生填补了我近乎干涸的精神海老周。待小雨退后，我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右手猛地从微型太阳的控制中抽离，反手按向那个疯狂旋转的机械钻头。给我解构！蓝光不再是柔和的微芒，而是化作了实质性的电弧，顺着我的指尖疯狂涌入钻头的金属外壳。检测到复杂机械结构，特种钨钢加高压液压泵加自毁装置，合成公式逆转，物质解离。在老周和小雨惊骇的目光中，那个原本不可一世的漆黑钻头，竟然在接触到我手掌的一瞬间，像是在烈日下融化的冰块，迅速瓦解成了一滩灰色的金属粉末。钻头内部的自毁装置甚至还没来得及启动，就被我强行抹去了存在的规则，危机暂时解除。但我知道这只是开胃菜。半空中，那几座巨大的浮空堡垒已经压到了头顶，惨白色的寒潮与微型太阳散发的热浪在空中剧烈对撞，发出雷鸣般的炸响。楚云兰的无线电再次响起，声音里带着绝望的哭腔：“林默，走吧。”那是星际源的清道夫军团，领头的是吴博士，就是他主导了精英进化论实验。他是个4级异能者。吴博士，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前世就是他在实验台上亲手剥离了我的意识。我抬头看向天空，在那座最大的浮空堡垒边缘，一个穿着银色长袍的男人正负手而立，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眼神就像在看一只稍微强壮点的蝼蚁。林默，好久不见。一个温和却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直接在我的脑海中响起。或者说，重生者，你给了我太多的惊喜。这颗微型太阳的合成公式连我都没有推演出来。吴博士的声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优雅，他轻轻挥了挥手，原本狂暴的绝对0度寒潮竟然瞬间温顺下来，化作无数冰晶阶梯，拖着他缓缓从高空走下。把公式交出来，我可以让你成为星际源的最高合伙人。我冷笑着抹掉脸上的血迹，撑着疲惫的身体站直。最高合伙人是像前世那样躺在你的手术台上被你一片片切开的合伙人吗？吴博士的动作微微一顿，随即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哦，看来记忆提取得很完整。既然如此，那我就只能亲自动手，把你这块顽石重新打磨一下了。他抬起右手，掌心浮现出一个漆黑的漩涡，那是4级异能能量吸收，周围的光线、热量，甚至是空气中的水分，都在瞬间被那个漩涡吞噬。原本炽热的微型太阳，竟然在漩涡的牵引下开始剧烈摇晃，能量正被它疯狂抽走。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的合成异能不过是杂耍。吴博士冷冷地说道。就在这绝望的时刻，小雨突然冲到了我身边，他那双感知材料的眼睛此刻竟然变成了纯金色。林大哥，弟弟还有东西，不是机械，是星际源埋下的种子。我顺着小雨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刚才钻头破开的深坑里竟然露出了一根根晶莹剔透，如同血管般的紫色晶体管。这些晶体管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基地的地底，正贪婪地吸收着刚才战斗散发出的能量。检测到未知生物能量网络，异能催化阵列 S 级，状态已激活，正在抽取方圆10公里内所有异能者的生命力。我瞬间明白了，星际源围攻我的基地，不仅是为了抓我，更是为了利用我反抗时爆发的能量来激活这个巨大的祭坛。楚云兰的避难所，还有我基地里的50多号人，全部都是这个祭坛的祭品。你这个疯子！我嘶吼着，想要切断那些晶体管。太晚了。吴博士悬浮在半空，身后的漆黑漩涡已经扩张到了10米直径，种子已经发芽。这一方世界的规则将由我来重新定义。随着吴博士的话音落下，基地里原本正在劳作的流浪者们突然发出了痛苦的哀嚎，他们的身体开始迅速干瘪，一道道肉眼可见的异能流顺着地底的紫色晶体管疯狂向吴博士汇聚，甚至连小雨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身体摇摇欲坠。我看着这一切，前世的绝望与今生的愤怒交织在一起，精神海中那枚蓝色的异能印记竟然开始出现裂痕，一抹高贵的紫色从裂痕中透出，那是高级合成的门槛。检测到极度愤怒与守护意志，解锁高级合成配方，规则碎片，局部物理常数修改器。但合成这个东西需要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素材，集体的希望。希望。我看着满地打滚痛苦不堪的同伴，看着脸色灰败的老周和小雨，心中充满了苦涩。在这个冰冷的末世，在这一片死寂的废墟里，哪里还有希望？吴博士已经彻底化作了一个巨大的能量球，他发出的威压让大地都在崩裂。林默，认命吧，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了强者而存在的。就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
一只冰冷却坚定的手拉住了我，是小雨。他强撑着身体，将自己最后一点异能光芒灌注进我的体内，脸上露出了一个虚弱却灿烂的笑容。林大哥，我相信你，只要你在，春天就一定会回来，这就是我的希望。紧接着，老周还有那些原本在地上哀嚎的流浪者，竟然一个个抬起头，眼神中透出一种决绝。林先生，拿去吧，我们的命是你给的，如果能换这帮畜生的命，我们愿意。一道道微弱却纯净的白光从每一个人的胸口升起，汇聚成一条璀璨的星河，涌入我的掌心。素材收集完毕，集体的希望 SS 级高级合成启动，规则重构开始。我整个人被这股纯白的光芒包裹，缓缓升向半空。吴博士那漆黑的漩涡在接触到白光的瞬间，竟然像血溅骄阳般迅速消融。他那优雅的脸色终于变了，变得惊恐而扭曲。不可能，这种概念性的物质怎么可能被合成出来？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手中浮现出一枚闪烁着九彩光芒的晶体碎片。我轻轻捏碎了那枚碎片，低语道：吴博士，你信奉精英进化，而我信奉众生平等。现在我指定方圆1000米内所有的异能等级归零。刹那间，一股无法形容的波动横扫全场。吴博士那足以毁天灭地的能量球瞬间熄灭，他整个人发出一声惨叫，像只断了翅膀的鸟，从半空中重重摔落在泥泞的绿洲里。浮空堡垒失去了能量支撑，开始剧烈摇晃，发出震耳欲聋的警报声。我落在地上，一步步走向面如死灰的吴博士。就在我准备彻底终结这个宿敌时，远方的地平线上突然亮起了一道比太阳还要刺眼100倍的光芒。那不是合成出的光，而是……我猛地抬头，只见原本终年不散的暴风雪云层竟然被一道巨大的能量束生生撕开了一个大洞。一个冰冷宏大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从云层之上的外太空缓缓降临。 S 级样本已产生规则级变异，启动大清洗程序，目标地球。我瞳孔骤然收缩，只见一颗巨大的流星正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朝着我们的坐标坠落而下。那根本不是流星，那是星际源公司在月球基地发射的轨道动能武器。那道从外太空坠落的火光像是一根烧红的钢针，生生刺破了末世终年不散的阴霾。轨道动能武器，那是和平年代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毁灭之锤，现在却成了星际源公司抹除变异样本的橡皮擦。大清洗程序，我死死盯着天际线那道越来越大的光点，耳膜被大气层摩擦的尖笑震得渗出血丝。吴博士瘫在泥泞里，原本优雅的银袍沾满了污秽，他发出一阵癫狂的笑声。林默，你以为你赢了？在月球基地的神域系统眼里，你和我都不过是这颗星球上长歪了的杂草，一起下地狱吧。我没理会这个疯子的哀鸣，我的大脑在这一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高级合成解锁后的紫色光纹在视网膜上疯狂交织。轨道武器还有3分钟抵达，那是足以蒸发方圆100里的恐怖动能。我回头看向基地，老周正护着重伤的小雨，50多个幸存者的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信任。刚才那股集体的希望并没有散去，而是像一团温润的火种，静静悬浮在我的精神海中心。我知道，靠普通的物质合成根本挡不住天级武器，我必须在3分钟内合成出一件能够欺骗物理定律、重构防御规则的概念性神具。而这件神具的图纸正藏在基地里那个一直被我怀疑的渗透者身上。老周，把那个姓王的工程师带过来！我嘶吼道。王工程师被拖到我面前时，整个人已经抖成了筛子。他是早期进入基地的幸存者，也是星际源埋的最深的暗桩。我只是想让家人活下去。他哭喊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闪烁着诡异红光的定位发信器。我一把夺过发信器，异能瞬间侵入，检测到高频引力波导向模块，星际源天机系统唯一识别码，可合成素材，识别码碎片加记忆合金加能量核心，解锁高级合成配方，自适应防御单元，规则级。这一世轮到我来定义战场规则。我咬破舌尖，将最后一点精血喷在发信器上。蓝光与紫芒在这一刻彻底融合，我面前那堆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废旧机床，甚至是刚缴获的温控装甲，全部在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卷向半空，像是一场钢铁构成的龙卷风。合成的过程像是在用灵魂雕刻星辰。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在飞速流逝，但那件防御单元的雏形却越来越清晰。它不再是笨重的钢铁，而是一团流动的半透明的液态金属，表面跳动着复杂的几何符文。就在轨道武器撞击大气层，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的瞬间，
我猛地将集体的希望这团火种按入了液态金属的核心。嗡！一声清脆的鸣响，整座工厂基地的磁场瞬间逆转，一个肉眼可见的半球形光罩，带着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厚重感，缓缓扣在了绿洲之上。而就在光罩成型的刹那，我发现王工程师的眼神里闪过一抹极其诡异的绿光，他竟然对着我露出了一个阴森的笑容。林默，你以为防御单元只是防御吗？轰！轨道武器撞击在光罩上的瞬间，天地失色，没有想象中的爆炸声，只有一种让人灵魂战栗的震动。原本足以毁灭城市的动能，在触碰到那层规则光罩时，竟然被诡异地转化成了温和的光能和热能，顺着光罩的纹路缓缓流向大地。绿洲内的气温在回升，原本枯萎的草木在这一刻疯狂生长，但我却如坠冰窟。王工程师的身体开始剧烈扭曲，无数细小的纳米虫从他的毛孔中钻出，在他身后汇聚成了一个模糊的全息投影。那是吴博士的本体，刚才在地上哀嚎的不过是一个被抛弃的克隆体。精彩，真是精彩！全息投影拍着手，眼神中充满了贪婪，利用天机武器的能量来完成最后的规则闭环。林默，你帮我完成了神格合成的最后一步，现在这套防御单元的控制权属于新纪元了。我猛地发现，防御单元内部那些跳动的符文，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被王工程师的发信器侵蚀成了暗绿色。整座基地的能量正在被这套单元反向抽取，老周、小雨，还有所有幸存者的生命体征都在飞速下降。这根本不是防御罩，这是一个巨大的正在收割灵魂的能量漏斗。吴博士的投影发出一阵狂笑，谢谢你的合成技术，现在我要用这座城市所有人的命来点燃新纪元的永恒之火。就在我绝望的想要强行解构防御单元时，一直昏迷的小雨突然睁开了眼，他的双手死死按在地面上，声音微弱却坚定：林大哥，弟弟，还有我们的东西，弟弟。我心中一动，异能瞬间穿透冻土。我看到了，在基地深处，在那台被我升级过的气候稳定器核心下方，竟然埋着成千上万枚细小的闪烁着微弱蓝光的金属片。那是老周和小雨在过去3个月里，趁着我不注意，一枚枚亲手打磨刻满了磷字的废铁片，检测到特殊素材万众归心之机概念级，属性绝对忠诚不可篡改，隐藏公式激活，规则重构，主权夺回。吴博士，你算计了一辈子，却唯独算漏了人心。我发出一声长啸，精神力顺着那些地底的金属片瞬间爆发。原本暗绿色的防御单元像是被泼了硫酸一样剧烈颤抖，那些入侵的纳米虫在瞬间被纯净的蓝色光潮彻底洗净。全息投影在惨叫声中崩碎，吴博士的本体在300公里外的总部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防御单元彻底稳固，它不仅挡住了轨道武器，还将那股庞大的动能彻底吸收，转化成了基地永久的能源储备。我脱力地跪在地上，大口喘息着，看着光罩外那片依然被冰雪覆盖的绝望世界，心中却燃起了一团火。楚云兰的无线电再次响起，这一次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狂热。林默，我们看到了那道光，那是希望。官方避难所请求并入你的基地，我们愿意交出所有的重型武器和科研资料，只求你带我们杀向新纪元总部。我站起身，看向远方。新纪元总部，那个前世埋葬了我所有尊严和生命的地方，正矗立在原科技园区的废墟之上。那里有气候控制设备，有重型武器，更有无数像我一样被囚禁的异能者。老周，召集所有人。我握紧了拳头，掌心浮现出一枚全新的合成公式。我们要做的不再是守着这片绿洲，我们要把这春天推向全世界。接下来的3天，基地变成了全世界最疯狂的兵工厂。官方避难所运来了成吨的特种钢材和精密仪器。我利用自动化生产线公式，将工厂改造成了日产千枚电磁炮核心的超级堡垒。最关键的是我手中那枚刚完成的武器组件——规则碎片局部物理常数修改器，一次性，这是我压箱底的杀招。出征前夜，我站在气候稳定器的顶端，看着下方黑压压的军队，那是官方的精锐，基地的民兵，还有无数自发加入的异能者。他们穿着我合成的恒温甲胄，手里握着电磁步枪。我举起手中的规则碎片，声音传遍了每一个人的灵魂。这一战，我们不为复仇，只为让我们的孩子能再次看到真正的太阳。就在全军士气达到顶峰的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从地平线尽头升起。那不是风雪，而是一片死寂的能吞噬一切光线的虚无。吴博士动用了新纪元最后的底牌
0号元素。而在那片虚无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缓缓走出。那个人穿着和我一模一样的旧军大衣，手里握着一根一模一样的电磁脉冲棍，甚至连他脸上的那道伤疤都和我分毫不差。另一个我瞳孔骤然收缩，检测到异常数据：镜像克隆体完美级，属性拥有宿主前世全部异能经验，且无精神力限制。那个镜像克隆体对着我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手中的脉冲棍猛地一挥，一道足以撕裂空间的电磁浪潮瞬间席卷而来。林墨，你以为只有你会合成吗？镜像体开口了，声音和我一模一样。吴博士给了我无限的能量，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合成大师。镜像体的出现让全军陷入了混乱，他随手一指，我们辛苦合成的电磁炮竟然在瞬间崩解成了废铁，甚至连防御单元的光照都开始出现裂痕。这就是吴博士的终极计划，用一个更完美的我来取代我。我看着那个镜像体，又看了看手中那枚一次性的规则碎片，心中闪过一个极其疯狂的念头：如果我在这里使用了碎片，决战时就再无底牌；如果不使用，我们现在就会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雨突然冲到了两军阵前，他张开双臂挡在了镜像体的面前，大喊道：你不是他，你身上没有那种味道，你不是他，你身上没有那种味道。小雨清脆的声音在死寂的战场上回荡。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镜像克隆体猛地停住脚步，他那双毫无感情的瞳孔微微收缩，死死盯着挡在身前的小雨。味道。镜像体发出一声刺耳的冷笑，声音像两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我是吴博士用林墨最完美的基因序列，配合0号元素合成出来的终极生命。我拥有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异能，甚至连他灵魂深处的恐惧我都一清二楚。我就是更完美的林墨。他猛地挥动手中的电磁脉冲棍，一道漆黑的电弧瞬间将脚下的冻土撕开一道深不见底的裂缝。我站在大军前方，看着那个自己。他说的没错，从异能波动的频率来看，他甚至比现在的我还要纯粹。但我知道，他少了一样东西，那是前世在冰冷废墟里挣扎求生的绝望，是这一世守护同伴时掌心的温度。镜像体动了，他没有使用任何花哨的招式，只是虚空一抓，周围那些被摧毁的电磁炮残骸竟然像听话的士兵一样，瞬间重组成了数十枚闪烁着暗红色光芒的物质湮灭弹。林墨，你的合成需要公式，而我只需要意志。他随手一挥，那些湮灭弹带着刺耳的尖啸，直指基地最脆弱的能量核心。就在全军绝望闭眼的瞬间，我猛地咬破舌尖，将最后一点精神力灌注进那枚规则碎片之中。局部物理常数修改器启动，指定半径1000米内，物质结构不可改变。嗡，一股无形的波纹瞬间荡开，那些原本即将爆炸的湮灭弹，在触碰到波纹的刹那，竟然诡异地停滞在了半空，随后像普通的废铁一样，哐当几声掉落在地。镜像体的脸色终于变了，他发现自己那近乎神灵的合成异能，在这片领域内竟然彻底失效了。规则级武器，他咬牙切齿地盯着我。吴博士说的对，你果然是个变数。但你以为没有了异能，你就能赢过我这个完美体吗？他丢掉脉冲棍，浑身肌肉像充气一样膨胀，那是2级力量强化的征兆。他像一头发疯的犀牛，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朝我撞来。我深吸一口气，回头看了一眼小雨和老周。这一战不靠异能。我从背后抽出一柄用航空铝合金和钛钢反复打磨而成的短刀，那是我在无数个深夜一锤一锤亲手敲打出来的，没有公式，只有汗水。两道身影在雪地中疯狂碰撞，没有了异能的加持，战斗变成了最原始、最血腥的肉搏。镜像体的力量大得惊人，每一拳砸在我的护甲上都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巨响。但我比他更狠，我能预判他每一个习惯性的躲避动作，因为那也是我的习惯。扑哧一声，我的短刀刺穿了他的肩膀，而他的重拳也狠狠轰在了我的胸口，肋骨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就在我们厮杀到白热化时，远方的星际源总部突然升起了一道巨大的暗紫色光柱，那是吴博士。他眼看镜像体无法取胜，竟然开启了0号元素的最终过载，他要强行吞噬这片战场上所有的生命能量。林墨，快走！他要献祭所有人！楚云兰在后方凄厉的大喊。暗紫色的光柱像是一只贪婪的巨口，狂吸取着周围的一切。镜像体发出一声惊恐的尖笑，他那由0号元素构成的身体开始迅速崩解，化作一道道黑烟飞向光柱。不，博士，我是完美的，你不能回收我！
他绝望地向我伸出手，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上布满了恐惧。我冷冷地看着他被黑雾吞噬，心中没有半点怜悯。吴博士那疯狂的声音从光柱中心传来：“林默，谢谢你帮我消耗了镜像体的稳定性。现在，他的能量加上这3000名异能者的灵魂，将助我跨入5级神之领域。”光柱中心，吴博士的身影缓缓浮现，他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模样，半边身体变成了透明的晶体，无数扭曲的灵魂在他皮肤下挣扎。他随手一挥，原本坚不可摧的基地防御单元竟然像纸糊的一样瞬间粉碎，绝对的绝望笼罩了全场。4级巅峰的吴博士在吸收了0号元素后，已经触碰到了神灵的门槛。他所过之处，空气冻结，生命枯萎，连我手中的短刀都在那股恐怖的威压下开始寸寸断裂。命吧，林默！吴博士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神灵俯视蝼蚁的冷漠。你合成的是垃圾，而我合成的是神迹。他抬起手，一团足以毁灭整片绿洲的暗紫色能量球正在急速成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重伤的小雨突然推开了老周，他跌跌撞撞地爬到我身边，将一颗散发着微弱白光的种子塞进了我的手里。林大哥，这是我们在地底收集的大家最后的希望。我低头看去，那不是什么稀有材料，那是成千上万枚刻着灵字的废铁片，在刚才的规则震荡中，它们竟然融合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新型晶体。检测到终极素材，文明火种加集体希望。解锁神级合成公式，世界重塑，唯一性。注：此合成将消耗宿主全部异能根基，是否继续？我看着身后那些虽然恐惧却依然挺直脊梁的同伴，看着小雨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前世我为了活命，像狗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这一世，我拥有了这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合成。我在心底轻声说道。没有耀眼的蓝光，没有剧烈的爆炸，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从掌心溢出，迅速包裹了我的全身。我那已经破碎的异能印记在这一刻彻底消散，化作无数金色的光点，融入了这片被冰雪覆盖的大地。吴博士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将手中的能量球狠狠砸下。但那团足以毁灭世界的暗紫色能量，在触碰到金色光点时，竟然像春雪消融一般，化作了漫天的细雨。金色的光点顺着雨水落下，所到之处，暗紫色的虚无被驱散，绝对零度的寒潮被瓦解。吴博士惊恐地发现，他那引以为傲的神力正在飞速流逝，他那晶体化的身体开始迅速枯萎。不，这不可能！这是什么力量？他疯狂地嘶吼着。我一步步走向他，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这叫春天，吴博士，是你这种躲在月球背面的臭虫永远无法理解的希望。我低头看去，那不是什么稀有材料，那是成千上万枚刻着灵字的废铁片，在刚才的规则震荡中，它们竟然融合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新型晶体。检测到终极素材，文明火种加集体希望。解锁神级合成公式，世界重塑，唯一性。注：此合成将消耗宿主全部异能根基，是否继续？我看着身后那些虽然恐惧却依然挺直脊梁的同伴，看着小雨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前世我为了活命，像狗一样在垃圾堆里翻找，这一世，我拥有了这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合成。我在心底轻声说道。没有耀眼的蓝光，没有剧烈的爆炸，我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从掌心溢出，迅速包裹了我的全身。我那已经破碎的异能印记在这一刻彻底消散，化作无数金色的光点，融入了这片被冰雪覆盖的大地。吴博士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将手中的能量球狠狠砸下。但那团足以毁灭世界的暗紫色能量，在触碰到金色光点时，竟然像春雪消融一般，化作了漫天的细雨。金色的光点顺着雨水落下，所到之处，暗紫色的虚无被驱散，绝对零度的寒潮被瓦解。吴博士惊恐地发现，他那引以为傲的神力正在飞速流逝，他那晶体化的身体开始迅速枯萎。不，这不可能！这是什么力量？他疯狂地嘶吼着。我一步步走向他，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这叫春天，吴博士，是你这种躲在月球背面的臭虫永远无法理解的希望。我轻轻推了他一把。这位不可一世的枭雄，就像一尊风化的石像，在金色的细雨中彻底崩碎，化作了尘埃。随着吴博士的陨落，星际元总部那座巨大的钢铁堡垒也开始了连环爆炸。那些被囚禁的异能者们破笼而出，加入到了欢呼的人群中。金色的光芒并没有停下，它以基地为中心，疯狂地向四周扩散。100里、1000里、1万里，
原本厚达数米的冰层在消融，干涸的河流重新流淌，枯萎了3年的森林竟然在短短几分钟内抽出了新芽。我脱力地倒在雪地上，现在已经是湿润的草地了。我的异能彻底消失了，现在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3月后，曾经的废弃工厂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名为新生之城的宏伟都市。这里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异能压迫。楚云兰带着科研团队，利用我留下来的电磁技术，建立了覆盖全球的气候稳定网络。老周成了城里的后勤总管，每天忙着给新加入的幸存者分配物资。而小雨，他的异能虽然也变弱了，但他却成了城里最受欢迎的寻宝人，总能从废墟里找回一些和平年代的记忆。我坐在城墙头，看着远方渐渐落下的夕阳，那是真正的太阳，不再带着太阳耀般的暴力，而是透着一种久违的温柔。就在这时，小雨悄悄爬上城墙，递给我一个锈迹斑斑的易拉罐。林大哥，你真的再也变不出航空铝合金了吗？他歪着头问我。我接过易拉罐，笑了笑。虽然异能印记消失了，但那种看透万物本质的感觉似乎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看着手中的易拉罐，脑海中竟然又浮现出一行淡淡的文字：检测到基础素材，铝加2氧化硅加集体希望，可合成公式文明火种，城市级，成功率100%。我愣住了，原来异能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进化成了另一种形态。它不再属于我一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我站起身，拉起小雨的手，看向城墙下那万家灯火。准备好更多的材料吧，小雨。我指着远方依然被冰雪覆盖的极北之地，眼神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下一步，我们要让春天回到整个世界。就在我话音落下的一瞬间，城墙下的阴影里，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神秘人缓缓抬起头，他的双眼闪烁着诡异的红光，手中握着一块和吴博士一模一样的晶体碎片，低声自语 ：“S 级样本已完成重塑。”第2阶段实验“诸神黄昏”正式启动。他随手将碎片按入地面，一道比吴博士更恐怖1000万倍的黑暗裂缝正无声无息地在新生之城的脚下蔓延开来。